我今天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你全身上下还有什么地方没做过检查呀？上次你说感觉恶心，就怀疑自己得了肝炎，看见人家腰椎间盘痛苦的样子，你就觉得自己腰部得了肿瘤，不是头痛就是感冒，动不动就往医院跑，总是怀疑自己得了绝症。你是不是觉得人活着不如死了的好？你是不是一直盼着我死啊？然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花心，是吗？师傅，我建议你下次到医院一定去看看神经科，神经病就是你这样。没错，我所有的病都是你逼出来的。喂，哎，刚刚分开，也要让我过去。电话追得那么紧，看来对我感觉不错哦。你干嘛？你又发什么疯？得不了绝症，你就要自杀？你真要不想活了，我不拦着你，但是你别当着我的面去死。你以为不敢死是吗？好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！我要用我的死来诅咒你的花心！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给老子进去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不要过去滚！这冷血动物我早就受够你了，性冷淡。换了别的男人，早就把你扫地出门了，也就我心软。你还以为呢？财产你可以随便叫价。池心志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你以为我是死皮赖脸的那种女人吗？哼，你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当然自己清楚了，不然我怎么会戴5年的绿帽子呢？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和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，我至少要折寿20年。妈妈，爸爸还没回来吗？睡吧，妈，您抱着我睡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血型是 AB 型，你是知道的。你的不是 B 型吗？他儿子为什么是 O 型呢？我想跟你谈点事。什么事？不会是又查出什么病了吧？我们离婚吧。想明白了。我是为了星宅。
亚太那个策划项目还得多久能结束啊？现在已经到了收官的阶段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最快1个月之内就可以把款项回笼。那好，从今天起就不要再接任何项目了。陈总，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1个月之后，我想把公司盘掉。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很感谢大家乘坐我们的航班，谢谢。各位乘客，我们已经马上就要到厦门了。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，被誉为“海在城中，城在海上”。希望大家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你是北京来的吧？欢迎你来到厦门。谢谢机长。哎，徒弟，客舱又满员了。哎，你说公司的效益这么好，熊总咋就不提给我们发福利的事儿啊？也太不讲究了。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以后坏呀，就坏在你这张嘴上。我是第一次跑这条航线，多关照啊。你怎么才上来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艳遇。什么艳遇啊？哎，你知道女人最有魅力的是什么？什么？气质。乱七八糟的。哎，看你这不懂吧？
查舱内温度和气压。温度、气压正常。检查导航系统。导航系统正常。检查地面补给及燃油储备。地面补给和燃油储备正常。塔台打台，飞机运转一切正常，请就起飞。谢谢，祝你们入住愉快。谢谢。对吧？塔台有指示。全体机组人员请注意，准备起飞。喂，喂，若定，是我雪姨。啊，你到厦门了？哦，过来办公室。你住哪儿啊？我住在皇家假日酒店。啊，你吃过饭了吗？没吃呢。那一起吧，就在你们酒店2层的餐厅吧。那晚上见。哎，好了，再见。哎，罗定，咱俩去喝2杯。今年不行，我有事儿。下次吧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没在家啊？在麦当劳买菜呢。晚上不是吃饺子吗？怎么还去买菜啊？我得给你买点下酒菜啊。包饺子的馅跟皮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回来一起包了。亲爱的，谢谢了。我突然有个应酬，外地来了一个朋友，我要陪他出去吃个饭。那你今天要我作陪吗？不用了，我就是跟他吃个饭而已。好吧，少喝点酒，早点回家。拜拜。
这么多年不见，还好吧？你怎么一开口跟说电影台词一样啊？有吗？倒没什么变化。怎么可能呢？只是你看不到罢了。那老了。你的性格倒是一点没变，还是心直口快的。你倒是变化挺大的，这一开口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这么多年了，人也该长大了嘛。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变也不行啊。不过有些东西一旦存在了，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。怎么样？你现在还是以前那老工作，每天对着飞机？老样子，面对飞机，面对蓝天。其实我知道，在天空飞的感觉特别好，但是我真的不理解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从来没有烦躁过？喜欢也就不枯燥了，还有那么多人的生命在你手里，责任重大。你这是职业病，这飞行员的职业病就是太过于责任感，太过于放不下。没责任感可不行，3万英尺的高空，谁敢把生命交给你啊？点菜吧。好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做东今天。随便，我吃什么都行。那像你这样，应该每天都挺忙的吧？现在是挺忙的，单位很多事儿，开不完的会，培不完的训。结了婚以后啊，家里有一大摊子的事儿。你现在不工作了吗？我现在不用工作了。那像你现在这么忙，一定会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贤内助吧？还行，他是个普通人，简单但心地特别善良。看来你爱他。不爱他怎么能结婚呢？我们喝点酒行吗？好啊，喝你最爱的红酒。服务员。好。你们有墨西哥的红酒吗？不用，调成干红就可以。好的，没问题，稍等一下。你以前不是最爱喝国外的红酒吗？特别是墨西哥的。其实最贵的酒不一定是最好喝的，那么最好喝的也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。看来你真的长大了，成熟了。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了，也该活明白了。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，包括爱。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真爱。我开车呢，少来点陪你一点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我也一样。我的孩子现在还困在山上，能活下来。老人现在很危险，你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抢救过来，这是命令。我有点害怕，你是提前商量非常冒险。如果失败，我负全部责任。你就是有99%的把握，也不能冒险。祝明星倾情出演，紧张的抢险行动就此展开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其实这会儿我真想逛逛厦门市。
你能陪我吗？好吧。好，谢谢了。哎。喂，丽丽，干嘛呢？我在包饺子呀。哎，不是讲好了明天一起包吗？我怕明天面干了不好包了。你自己吃吧。没关系，一起吃也有情调。我等着你呢，快点回来。每个人都有美自己的自由嘛。嗯。雪姨，我们家就在前边，丽丽也在家，要不然到家里坐坐。不去了，改日吧。还要去哪儿转转吗？我有点头晕，我想回酒店。你送我回去吧。好吧。喂，茉莉啊，啊，大嫂啊，我还以为是弱定呢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2天爹妈总是吵架，这电话里啊3言2语，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你抽空回来劝劝他们吧，啊？怎么又吵上了？哎，刚才还在吵呢，好像为墨菊上不上班的事儿，吵得可厉害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这2天抽空回去吧。你先帮我劝劝他们啊。有事打电话吧。我送你吧。你的车钥匙给你送前。我马上下来，你再边上帮我靠一靠。好点没有？海风太大，是不是有点着凉了？一会看见那对狗男女，冲上去抓他个现行。兰姐，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公吗？兰姐，你看什么呢？又看上哪帅哥了吧？找你是来干正事的，别打情骂俏。慢点。要不我陪你去医院吧？行，回去喝点热水疼就好。是啊，好好休息吧，今天。知道。有点太累。最近没怎么吃药。来吧，进来坐一下。不了，太晚了，我回去了。都到门口了，进来坐坐，喝杯茶。我明天还有工作，再说也太晚了，我也该回来了。若定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
要不急的话，就明天再说吧。再说你今天身体也不舒服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我走了。难道你现在还不能原谅我以前犯过的错吗？我说你都停飞半年，一点都不着急啊，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？我怎么不急啊？我写了那么多的检查，大队长他根本不理，他就是不让我飞，我怎么办？这种事儿经常发生，而且又没造成巨大的损失，人家机长跟副机长都复飞了，就你一个小卒为什么还停飞？你怎么不想想原因呢？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这明显的就是他们整我嘛。上次飞行技术讨论会上我顶了他，他就记仇，他们就是抓我小辫子。哎，你现在去跟大队长道个歉，服个软，能怎么着啊？能掉几斤肉啊？我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给他服软？就你这脾气吧，你就等吧，你等到什么时候看你能复飞？等就等，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让我飞。你怎么那么犟啊你？我怎么犟了？你还不犟啊？你去服个软怎么了？你有没有是非观念啊？谁对谁错你不知道啊？我没是非观念，我是为你好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用为我，你不用管。不管就不管。就这么算了，咱们10个人，那是钱呀。怎么这么晚才吃完饭啊？啊，一个外地的老朋友来出差，不见不好。身上怎么那么香啊？吃饭才有女的呀？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啊？我告诉你，女人对香味最敏感了，因为女人跟男人的鼻子结构不一样。什么结构啊？猎犬型结构。你才是狗呢！好，我是狗，跟你开玩笑。吃了吗？没有。我不是打电话告诉你自己吃吗？我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那么大的人了，就是让人不省心。那万一把我的宝宝给饿着呢？饺子包了吗？嗯。我去给你们煮。行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哟，你这手怎么弄的？不小心划破了。你看你饭没吃，手都弄个口子。没事儿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和宝宝饿肚子的。哼，饿着谁也不能把我的宝宝给饿着啊。那我呢？饿着我你就不管了？傻子，宝宝饿不着，你不就饿不着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看你笨手笨脚的，还是我来吧。来。嗯。
难道是我话太重？朱老跟你说，行，你有什么话你在这说呀，我听着呢。这么吵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哎，小姐，我那酒呢？快点上。你怎么又喝酒啊？每次喝完你都大醉，醉完你就闹。你给我回去！呀，你干嘛？你放开！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走了。Sounds like you, that was my intention. I paid dues, now dudes pay attention. I live for it, even though it flicks it. 对不起，暂时不能接听电话，请在听到提示音后留言。喂，其实我们俩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。其实我这次来厦门，就想告诉你这件事儿。你应该不怀疑吧？我怎么会怀疑你？这跟我小时候长得太像了，这样子我太熟悉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太突然了？你
当初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当初怎么告诉你？你在哪儿啊？我想找你，根本找不到你。既然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把它生出来？他那时候已经存在了，我真的不忍心把它做掉。你知道，这对孩子不公平，对那个人不公平，你太不理智了。可是那时候我以为你还会爱我，我一直等你，等你过来找我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已经接受了另外一个人，我们的一切已经结束了，你还等我什么？我等你来找我呀。当初你一走了之，你自己没有反省过吗？反省？你当初的行为已经玷污了爱情。如果我现在回头再来找你，你还要把别人抛弃吗？感情是什么？是游戏，是玩物吗？我生这个孩子难产，我以后都不会生育了。我现在的家庭也破裂了，到今天这步，你还在埋怨我吗？你现在应该清楚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在感情上我们没有任何瓜葛了。没有瓜葛了是吗？你可以对我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有儿子，你不可以对你儿子不负责任。孩子现在在哪儿？我儿子在国外拼死拼活的挣钱，你在家里，你看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活都不干，你还欺负我？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吗？就是滚滚给我滚出去！当过就当过，早就受不了你了，谁离不开谁呀？你这恶嘴婆婆，早就烦死你了。我是恶婆婆啊！我干什么？你在那吃苹果，我干什么呢？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就是一个保姆，这保姆还拿工资呢，我拿什么了啊？我得往里头倒搭钱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！你一天到晚的，除了骂人还是骂人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别以为你是婆婆就可以随便教训别人。哎，大嫂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妈每天照顾你们一家人多不容易啊！你说话注意点。他呀，就一守财奴，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根本没人受得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没有我，你丈夫能长大成人。没有我，你丈夫能有今天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说一遍。哎呦，闭眼！啊！打这么大什么的？干什么？大嫂，你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你干什么？松手！妈！茉莉，茉莉，快点！姐，都赖你，都赖你！姐怎么了？好啊，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我。我绝不会原谅你们的！滚！滚！给我远点滚！告诉你，我耳朵根子我还清净点儿。放哪儿了？怎么样啊？啊！你说说，太不像话了！哪有儿媳妇打婆婆的？还说我不是好人。妈，大嫂没说你不是好人，她只说你嘴比较恶，我听着呢。恶婆婆不就不是好人吗？你是不是我女儿？给我整咱还往外拐。其实我们要有一个5岁的儿子，我没开玩笑。其实我这次来厦门，就想告诉你这件事儿。他那时候已经存在了，我真的不忍心把它做掉。
对我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有儿子，你不可以对你儿子不负责任。小菊，哎，家里为什么闹成这样了？昨天妈带洗衣服时，从爸的口袋里找到一张手机挂失单，就开始唠叨爸。就是上个月我买的嘛，才几百块钱，也不贵。你觉得值不了多少钱，可在妈那儿啊，却足以引发眼泪、拳头和战争了。爸妈哪次吵架跟钱脱不了关系啊？那大嫂跟妈吵什么呀？大嫂今天晚班，听到爸妈吵架，就过来劝妈妈别生那么大气。妈这一听，正有火没处撒呢，大嫂一招她，全爆发了。那你在旁边是干什么的？看热闹，不知道过去劝架。我哪有啊？我要是不管，你刚才摔倒，我能出去拉你吗？都说远香近臭，真理啊！当初大哥就应该搬出去住，现在住在楼上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能不吵？哎，吵吵也行，总比憋出病来好吧？小菊，你这出国留学回来多长时间了啊？自己也不知道出去找份工作，成天就这么待着吃闲饭，好意思吗？姐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想天天待在家里闲得没事干。哎，你都怀孕了，就别瞎操心了。我太冲动了。我能理解。那么今天来是想来谴责我的吗？我没有谴责你的意思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处理也太草率了。是，感情本来就是不理智的。我是感情用事才生下这个孩子的，但我不后悔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不会挺过这些日子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可能是内疚、怨恨，或者说是缺乏勇气吧。离婚是为这孩子吗？算是一个原因。你刚刚说，孩子是你的全部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把他送到我身边？你舍得吗？是因为生活有压力了吗？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想出国吗？重新组建家庭？你为什么不说啊？是不是你不知道原因，你没办法接受这个孩子？
你突然把孩子送到我身边，我当然要清楚这一切了。可他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吗？如果你不接纳的话，我也不会怨你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跟你做什么 DNA 打官司的。我有这么说吗？该负的责任我一定要负。那你是在侮辱我吗？我会用一个孩子来讹诈你吗？你突然把孩子送到我身边，我当然应该清楚这一切，我不能稀里糊涂。你一定要知道原因是吗？是的。我告诉你，妈，给。什么呀？这是？热定孝敬您的。啊？哎呀，不要！你不拿着热定会生气的。这几个孩子就你懂事儿，可你现在没工作了，还得花若定的钱，你哪是那种人呢？什么呀？他每个月工资全交给我管，是他跟我要钱花，你就拿着吧。那也不能太抠了，男人在外头不容易，你要是对他看得太紧了，他心里会不高兴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对他政策相当的宽松，也不能太宽松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咱们吃饭去。你们俩又去外头吃啊？我可不去，还不如在家吃面条呢。那我们给您带回来点儿。不要。那我们走了。我不想告诉你的，我不想让你同情我。复查了吗？最好的专科医院不会有错的。医生这么说的，没一点希望了吗？医生能怎么说呢？他只会让病人永远保有信心。这个时候你别想太多，一定要有信心。现在的医疗技术还是很发达的。我是真没想到小说里的情节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。
既然是现实，那就得接受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就想把星宅安顿好。癌症虽然很难医治，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出现奇迹的。奇迹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，那就不叫奇迹了。我不奢望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兄弟，我现在真的没心情看表演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找个地方聊聊天吧。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吧。我呢，先让你忘记自己是个病人，然后再慢慢帮你治病。算了吧，这么多人闹哄哄的，别去了吧。要不我们去赏鱼吧，那儿可能人少。走吧。对不起，洗手间人太多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星宅他喜欢鱼吗？星宅他特别喜欢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带他到海洋馆去，只要带回来的图片，那鱼种他能叫出10几种名字。突然有个儿子，我还真的挺意外的。是啊，都怪我不好，应该早点告诉你。毕竟他生下来5年了。你说，星宅他会接受我？是的，可能刚开始他会排斥你。他毕竟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池心之是他的父亲。不过我相信，如果你跟他处一段时间的话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说心里话，真的得感谢池心之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把星宅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看待。是啊，我才应该感谢他呢。这5年对星宅的关爱。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和他离婚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我有责任把星宅送到他亲生父亲的身边。我把他生活全部安排好了，我就死而无憾。说心里话，这么多日子来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特别希望自己能活下去。真的谢谢你。我现在希望奇迹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。奇迹一定会发生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意志是可以战胜病魔的。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非常非常的好。真的吗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呢。你确实是误解了我的意思。你不必过多解释，你
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。其实我是知道的，你希望我们过的每一天都很快乐。珍惜现在，才会有永远的快乐。可是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快乐来讲，真的很难面对每一天，特别是快乐的面对每一天。雪姨，你别太悲观了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前面是钢琴博物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们交往都2年了。是啊，我知道你想结婚，但是我不想结婚啊，这个矛盾根本不可调和。一会儿这几盒你拿回去吧，我直接回家了啊。不是吧？你要知道，我拎着这几盒回去，足够妈唠叨半个小时的。你饶了我吧。你说妈也真是的哈，其实她跟爸都有退休金，虽然不多吧，1个月2000多块钱也够花了。哥哥嫂子那么独立，他们有什么负担啊？干嘛把家里弄得跟特困户似的？你想啊，妈妈只能通过勤俭持家来全面体现她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，这是她内心中的坚持，改不了喽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像妈这么爱唠叨，其实是老年抑郁症的一种表现。咱们应该带妈去看看病。下顿饭馆，她都认为罪大恶极似的，让她去医院，看着整沓的人民币送到医院的收费处里，她还不跟你拼命啊？还有你也真是的，平常不用上班，也不多干点活。你要是帮妈多分担一些家务的话，还能减轻一些她的精神负担，知道吗？妈总是嫌我干不好啊，还是太护着我了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了。哟，你真知道啊！我看妈真是把你宠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让妈这么下去了？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。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，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好吧，你拿2盒，剩下2盒我带走。好。厦门是真正的城在海上，海在城中。这里啊，特别适合休养，我想对你的病情一定会有好处。谢谢你陪了我1整天。这是应该的嘛，只要对你的病情有好处，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。过一段日子，你身体好些的时候，我再陪你到其他的地方转转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我没那么长的时间。怎么来不及啊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，这样你的病情才会有好转。累了1天了，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到楼上吧。真的不用了，回去吧。啊。行，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除了我在天上，24小时开机，有什么事就打我电话吧。晚安。慢点开车啊。
回来了。吃晚饭了吗？在外边吃过了。还是跟昨天那个朋友啊？他还没走吗？过2天就走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是不是回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看你那脸都掉哪儿去了？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这怎么有点轻啊？哟，怎么这么大一个包啊？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正赶上妈和我大嫂打起来了，我过去拉架，被推了一把，住凳子上。他们也太过分了，不知道你怀孕吗？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谁负责啊？这不是打急了吗？他们不是故意的。打急了也不行啊，他们不知道你的情况啊。你大嫂也太过分了，怎么总跟长辈吵架？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嫂，我妈这个人有的时候说话是得理不让人，说话挺难听的。你也是的，自己怎么就不小心点啊？这万一有个3长2短的，这还了得吗？得，以后没事儿你别总往家跑，少跟他们瞎掺和。真不该跟你说这事儿。喂，是我。陈姐，怎么样？事情办得顺利吗？还行。那个星仔睡了吗？是呀，要我叫星仔来接电话吗？啊，不，算了，那我明天再打过去吧。陈姐，这2天你的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挺好的。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陈姐，你有什么就尽管问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我打个比方啊，你只能活3个月了，你会怎么过呢？这个问题太深奥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比如说啊，你以前很爱一个人，可是由于别的原因，你跟他分手了。现在你要死了，他又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不会选择什么都不管了，最后再爱一次呢？这个人现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而且还挺幸福的。那就是我爱他，他也不会爱我。就是因为我得了绝症，他也只不过是出于同情而关心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的这种同情的关心很像是爱情。没错，这种同情有可能就是爱情的邻居，从邻居变成一家人，也只不过隔一道墙罢了。你说的挺有意思的。陈姐，有什么还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把我那辆车拿到2手市场去卖了吧。好。那我先挂了啊。
睡不着，看会儿书。明天再看吧，早点睡觉。好。看你心事重重的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有点睡不着觉，看了会儿书，我怕影响你睡觉。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。没什么事儿。丽丽，你说现在的孩子也没个兄弟姐妹的，多孤单呢，是不是？嗯。要不然，等生完了这个，咱们再要一个。我们两个都不是独生子，这政策也不允许啊。那是，合同公司也不答应啊，那样会影响你的前途的。你说咱们领养一个怎么样？领养？嗯。领养一个比咱们宝宝大上几岁的，他们俩呢以后也是个伴儿，相互照顾，也不孤单呢。你说呢？行了吧，你真会胡思乱想。那快睡吧。丽丽，有件事儿我想。老公，我真的有点睁不开眼了，赶快睡吧。